总书记，刚刚王丹来找过我，学生马上要开始绝食了。哎，我对不住同学们啊。总书记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刚刚王丹找我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学生马上要绝食。我知道了。不是，还有重要的事情。我这从哪说起呢？总书记，您可还记得上次王丹提醒您，不要说我们的党是由小平同志掌舵。记得。这个王丹怎么会知道我要说的话？因为这个王丹其实是从未来世界来的，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今后的命运都已经提前知晓了。啊？他是想帮助我们的。他打算怎样帮助我们？他说马上要推戒严，会在常委会表决，他叫您在常委会上千万不要投反对票。我不投反对票，戒严就会通过了。是的，王丹说您投反对票，戒严在常委会上就通不过，到时候老爷子会亲自出面拍板，您也会因为反对了老爷子的意见而倒台。下台就下台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不会做历史的罪人。我明白，但是您下台对国家对人民损失太大了。王丹说您现在应该虚与委蛇，设法保住位子，再从长计议，留得青山在，总会有翻盘的机会。这不仅仅是您个人的得失，也是为国家民族考虑。只要您没有亲自下令镇压，历史不会怪罪您的。哎，看来弃权是我最后的尊严了。王丹还说了，您不仅要让戒严通过，还应该亲自负责戒严工作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掌握主动权。好吧，看来也只有这样，还能尽可能保护到同学们。赵书记，这些学生真是越来越离谱，现在开始闹绝食了，得赶紧调兵进来戒严，不然再乱起来可不得了。李总理，只是一些学生，犯得着大动干戈吗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都纵容他们这么久了，还不是越闹越厉害？看来不出动军队是不行了。他们闹了这么久，无非是想要我们一个说法，就算我们强制清场，那至少也要先礼后兵，先打个招呼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明天就去跟他们谈。如果他们执意不结束绝食，不撤离广场，到时候就怪不得我们出手了。哼！明天李鹏总理要会见我们学生代表，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应对吧。我们的底线就是撤回426社论。对，还要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话。如果政府不答应怎么办？政府不答应，我们就继续绝食。继续绝食就能有用吗？肯定有用，这次通过绝食，政府不就答应跟我们谈判了吗？你们想得太乐观了。什么意思？明天李鹏会见我们，根本不是什么谈判。不谈判，他见我们做什么？难道是鸿门宴？要诱捕我们？不可能，全世界都在盯着呢。会见只是走个过场而已，诱捕倒不至于，但是大的要来了。什么大的？戒严啊！你是说军队会开进来？没错。你瞎猜的吧？真要戒严，这样的机密消息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忘了吗？我是学历史的呀。你们知道反右怎么开始的吗？是党号召大家提意见，很多人真信了，就说了实话。结果呢，右派帽子一戴，家破人亡。还有1976年的4·5事件，政府一开始也是按兵不动，甚至假意安抚，最终出动武警清场，逮捕群众，秋后算账。你们还想听吗？共产党的黑历史，3天3夜都说不完呢。我不信，那都是过去的荒唐事，现在已经拨乱反正了，怎么可能还那样干呢？那我就做一点简单的预测。明天的会见中，李鹏会反复强调一点，就是要求我们停止绝食，撤离广场。而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诉求，他都不会做出任何正面回应。这么肯定？咱们明天见分晓。